最近，马斯克在一场长达3个小时的深度访谈当中，说了一些非常极端也很容易被传播的话。他说呢，未来人类社会唯一的货币是瓦特。那这句话一出来，很多人第一反应是震撼，第二反应是兴奋，第三个反应往往就是一个疑问了，说那是不是意味着未来所有的投资逻辑都要围绕着电力、算力和 AI 来重构了呢？在那场访谈当中啊，马斯克其实不只讲了这一点，他完整的展开了一套他的逻辑。他说呢 ，AI 算力的终极约束不是芯片，不是算法，而是电力。未来3年之内 ，AI 部署的最低成本地方呢，不是在地球，可能在太空，因为地球上的电太贵了，而太空里的太阳能几乎是无限的。他还说呢，他正在推进的 Optimus， 也就是咱们熟知的擎天柱机器人，未来可能是一台无线印钞机。所以大家会看到市场上很快出现了一连串的反应，有人开始重新讨论光伏，有人开始讨论航天，有人开始讨论机器人，还有人开始总结所谓的马斯克概念股，围绕着他的一举一动去筛选投资标的。那在这里呢，我想反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真的顺着马斯克的逻辑去理解未来，那么大家有没有认真想过一件事儿，就是他的未来世界和我们普通家庭所处的投资世界究竟是不是同一个呢？这就是今天这期视频我想和大家一起讲清楚的事儿。马斯克的叙事。马斯克讲的这些话呀，如果我们站在工程和物理的角度来看，他的判断在某一个层级上是完全成立的。AI 算力的上限确实会被电力和散热所约束。我们把算力中心拆解到最底层，它本质上呢是一个能源系统。那我们需要持续稳定廉价的电力输入，才能够支撑算力指数级的增长。如果我们在国家或者超级平台的角度来看，那这套逻辑同样是说得通的。电力、矿产基础设施正在重新成为决定长期竞争力的硬约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新审视能源安全、电网结构和资源供给。所以，当马斯克说电力等于算力，算力等于 AI，AI 决定未来的时候，在国家级和平台级的语境当中，这套话不是空谈。但是问题恰恰在这里，这套话呢，是不是普通家庭可以直接照着用的逻辑，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其实是分层的，很多争论并不是因为谁对谁错，而是因为大家站在了不同的层级，却在用同一套的话语体系在沟通。我们如果把世界简单分成3个层级，那么这个问题看起来就清楚多了。第一个层级呢，就是国家和超级平台。在这一层，电力是一种战略资源，算力是一种能力， AI 是一种生产力放大器。那么在这个层级上，说瓦特像货币是有其现实含义的，因为它决定的是系统规模、控制权和长期的上限。那么第2个层级呢，是产业和资本。在这个层级呢，电力不再是货币了，而是成本。真正决定回报的不是你需不需要用电，而是谁来承担长期巨额的资本开支，谁能控制基础设施，谁能掌握定价权。那么第3个层级呢，才是我们的普通家庭和个人。在这一层呢，绝大多数人既无法控制电力，也无法控制算力。我们能参与的更多是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所以当我们把这3个层次放在一起再来看马斯克的话，就会发现啊，到普通家庭这个层面，电既不是货币，也不是一个可以直接下注的资产了。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一个站位的问题。还有一个非常关键，但是也经常被大家忽略的差异是时间尺度。我们和马斯克所处的世界是存在时间错位的。马斯克在做判断的时候啊，他的前提是非常明确的，他看的是30年，他赔的是终局，他可以长期的烧钱，他可以反复的融资，他可以容忍相对非常长时间的不确定性。那么我们觉得马斯克，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是终局玩家，他可以去参与终极的赌局。
但是普通家庭所面对的呢，就是完全不同的一套约束了。我们要考虑现金流啊，要考虑教育、医疗、养老，还要考虑风险承受能力。所以呢，普通人不能用一个终局玩家的世界观来指导一个过程型人生的资产配置。普通人是过程人生，普通人要重视现金流，还要考虑风险，因为没有资本为你兜底。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一点呢，那么我们在理解马斯克的每一句话的时候，都容易产生位置的错位。讲到这儿，很多人心里一定还会冒出一个很自然的问题。那么既然 AI、机器人、能源确实是我们未来时代发展的方向，那么我们是不是干脆就顺着这个方向去配置我们的资产呢？是不是我们就直接去买 AI 应用，买机器人，买航天，买光伏，甚至围绕着马斯克的所有的叙事业务板块去构建一个所谓的马斯克概念组合呢？那这些方向本身其实没有问题，但是关键是普通家庭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进去。第一点需要和大家说清楚的，技术判断和投资回报判断并不是一回事儿。技术是一定会进步的， AI 一定会更深入的进入我们的人类社会，但是这并不自动意味着围绕这些技术的所有企业都会给投资者带来理想的回报。真正能决定投资回报的，从来不只是需不需要，而是最终由谁来承担成本，谁来定价，谁最终能拿走现金流。第二个点呢，就是当一个投资逻辑开始被反复的总结、被命名、被传播为某某概念的时候，它往往已经从产业判断进入了市场叙事的阶段。那么这个阶段的特点呢，就不是信息稀缺了，而是情绪集中。普通投资者最容易在这个时候产生一种错觉，觉得逻辑已经非常清楚了，风险不大了。第三点呢，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就是普通家庭在这些产业链里往往站在非常靠后的位置。你像 AI、机器人、航天，这些本质上都是非常重资产、长周期、高不确定性的领域。对于普通人来说，最大的风险呢，往往不是看错了方向，而是站错了位置。那么普通家庭到底该怎么参与呢？很简单，我们不要去压最终哪些公司的产品会胜出，而是回到第一性原理，站在上游约束的一侧。如果我们把马斯克讲过的所有内容去掉光环和想象，拆到最底层，会发现几类非常朴素也非常现实的约束。第一类就是能源本身。算力的增长意味着能源消耗的绝对增加，不管 AI 部署在地球还是未来部署在太空，能量输入都是无法绕开的前提。第二类呢，就是电力系统和运输能力。很多讨论只盯着发电，但是真正限制系统规模的，往往是运输稳定性和调度能力。那这些问题既不性感，也不容易讲故事，但是它们决定了系统能不能长期的运行，这也是马斯克为什么那么羡慕中国的原因。第三类是基础材料和工程消耗，我们可以把它总结为是材料资源。机器人、算力中心、航天系统本质上都不是轻资产的智能产品，而是极端工程密集型的系统。它们其实高度的依赖真实的材料、制造能力和工程供给，而这些需求呢，并不会因为叙事的变化而消失。第四类就是资本和时间。所有宏大的科技叙事在真正兑现之前，都是要经历一个非常漫长、非常烧钱的阶段的。那么这个阶段呢，对企业来说是考验，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同样是考验。所以对普通家庭来说更稳妥的思路，不是站在最前端的某些企业的想象和蓝图当中，而是站在这些上游的约束的一侧。好，讲到这里呢，其实自然又引出了一个问题，那普通家庭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参与这些长期的方向呢？在我看来ETF 是一种非常适合普通家庭的工具。原因很简单，因为普通家庭呢，既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去押注任何的一家公司，或者押注某一条技术路线，或者某一个宏大故事的终极答案。那 ETF 的意义不在于帮助你押对错，而是在于帮助你以工具化、分散化的方式承接长期的趋势。当你通过 ETF 去配置这些上游约束领域的时候，你参与的就不是某一次情绪的波动了，
而是一个大的时代背景。所以呢，它更像是我们资产配置里的结构性的仓位，而不是进攻型的交易。换句话说 ，ETF 啊不会让你去押注马斯克所描述叙事当中的某些具体的公司，而是能够让你站在不管它的叙事如何变化，都必须被持续消耗的方向上面。马斯克所讨论的呢是人类系统的最优解，是工程和控制权层面的未来途径，而普通家庭要解决的是自己资产的生存率和稳定性的问题。所以普通家庭呢，我们不押故事，我们要站在约束端。马斯克的世界呀，确实宏大，但是普通家庭呢，不要活在他的世界当中。看懂它是为了不被宏大叙事所裹挟，是为了在所有看起来很先进、很激动人心的故事面前，依然能够回到最朴素的配置逻辑。真正长期有效的投资策略，不是站在故事的最前沿，而是站在那些不管它的故事怎么变，都必须被使用、被反复消耗的地方。我是苏涵，我们下期见。